这薛仁涛先留在你这儿，救你一命，待我时候来取。这就是百花杀，李太子殿下和郡主的初相遇，英雄救美是不是很浪漫咧？但是你有所不知，在竞争激烈的古装拳谋剧赛道里，见过男女主强强联手的，也见过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但你见过男主一边咳血，一边把情敌和反派全给阴了，还顺便把老婆拿捏得死死的极品绿茶吗？百花杀里的太子看似清冷稳重，实际上追起妻来套路满满。别人追妻靠甜言蜜语，他却靠示弱、装可怜和求抱抱，一步步虏获郡主的芳心。这哪里是太子选妃，这简直是高级猎人以身为饵的顶级局。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萧华庸为了娶到我们高冷郡主沈西河，究竟在私底下干出了多少让人啼笑皆非又忍不住拍案叫绝的心机骚操作。下面直接进入东宫茶艺大赏 TOP 5排行榜。 TOP 5偷偷跑去赌场压自己一定能娶到郡主。你见过哪个堂堂东宫太子，未来的储君，没事儿居然偷偷摸摸跑去民间地下赌场去干嘛呢？不是去查案，也不是去微服私访，他居然是去开盘口压自己一定能娶到沈西河。殿下您可是太子啊，这不是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当彩票买吗？这哪里是去赌博，这分明是在用真金白银提前宣示主权。这郡主妃的位置除了姑谁也抢不走，这份自信和暗戳戳的占有欲简直绝了。各位，这把就压昭宁郡主究竟花落谁家？这二皇子宁王潜心律法，美名远播，我下注二皇子。可这六皇子誉王形神俊朗，一语风情，估计郡主呀会为我们大兴第一美男子着迷。五皇子信王为前妻守灵3年，陛下心疼儿子，自然会优先为他考虑。说点道理。咱们九皇子列王，少年将军骁勇善战，郡主乃西北大将军之女，可谓珠联璧合。TOP 4在未来岳父面前疯狂刷好感。什么叫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形式出现？看看萧华庸就知道了。太子殿下完美演绎了什么叫做弱小无助，但特别会告状。他从来不在沈西河面前邀功，反而在长辈面前不经意间的流露出沈西河有多照顾他。今日多亏了西河护着姑，若不是他，姑这身子骨怕是……哎，都怪姑不争气，还要劳烦郡主费心。我的天，这绿茶发言一出，皇帝和岳父大人看沈西河的眼神瞬间就变了。哎呀，这姑娘有担当，会照顾人。沈西河本来想在长辈面前保持冷酷无情的人设，结果硬是被太子这番茶香四溢的夸赞弄得百口莫辩。太子这招借刀杀人，哦不，借长辈助攻，简直是把心理战玩到了第9层。我回皇都之后，屡屡得到陶公和西河的照拂。西河给我配的香汤，我每日都有泡，膝盖都不疼了。西河给我运来的香梅，气息格外芬芳，还耐烧，比宫里的强上不少。我素来畏寒，今年冬天的日子都好过多了。还有，西河给我的香囊醒神，我每日闻着，精神头极好，理事都亲民麻利了许多。阿爹，外祖，我突然想下厨做几道下酒菜了。不成，这有外人在，凭什么便宜外人？等过几日，某些人呐滚远了，还可以少做几道菜，不必如此劳累。西河给我做的馄饨，
未到吉甲，我在一旁偷师，回东宫勤加练习。不如今日就尝尝我的手艺。那就劳烦太子了。长辈们还要聊事，我们去后厨做馄饨。西北冷，西北冷。我还以为魏国公来了，你会直接让他去找父皇。你别多想，我只是不想给阿爹惹麻烦，也不想让陛下对阿爹不悦。可是魏国公对我直言了他对我的不满，却没有提及你的顾虑。想必你从未向他说过不想嫁给我。有些棘手的人，我自己善后，不会推诿给阿爹。你口是心非的样子，总是特别可爱。还真从未看过悠悠这样。他站在那个西北狼旁边，还真像一对恩爱的新婚小夫妻。呸！说什么呢？ Top 3，受一点小伤就成功，让郡主亲自上药。你敢信吗？堂堂东宫太子，情敌居然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猫咪。沈西河把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只可爱的小动物身上。旁边堂堂太子殿下看了，醋坛子当场翻江倒海。他不声不响地凑过去，开始了堪称小学鸡式的绿茶式争宠。姐妹们，你们品品，一个做事果断的西北郡主，面对这种顶级脆皮撒娇怪，能有什么办法？只能无奈地放轻手里的动作，一边心疼一边上药。这哪位是郡主在照顾病患？这分明是郡主一步步掉进太子精心编织的温柔乡里。来，多喝。火。殿下，快去拿药箱。诺，我看看。用这个药粉。 一点小伤，不用伤心。不及时处理会溃烂的。不用，不用。我来。很疼吗？去拿清毒和润膏来。诺。那个药性温和。 就算有伤口，也不会感到痛的。确实不痛了。Top 2，故意露出脖子上的抓痕，让所有人误会新婚燕尔。据说那是之前因为某次意外或者猫抓留下的痕迹。按理说正常人遮都来不及，生怕损了仪态。但我们的萧华雍太子殿下是谁？那是顶级绿茶天花板。他非但不遮，在上朝的时候还意气风发地走过去，经过情敌面前还微微侧过头，露出抓痕，再配上邪魅一笑，一时间满朝文武、宫中上下全体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与脑补之中。哎呀妈呀！太子和郡主这新婚燕尔的，玩得这么刺激吗？太子看着病歪歪的，私底下居然这么猛。情敌们看到这抓痕都忍不了，但又能如何？太子殿下的脸上就写着“沈西河已经是我的人，谁还敢碰？”无声胜有声，绿
去查太子无需多说一句话，这一招直接把心机追妻和制造舆论发挥到了宇宙的极限。大批各种装柔弱，要抱抱，要喂药，茶艺巅峰永不过时。姐妹们，如果说前几名只是小试牛刀，那接下来的这一招绝对是太子殿下纵横情场，把高冷郡主拿捏得死死的终极核武器，全方位无死角的装柔弱，用最柔弱的姿态占有最深沉的爱。这就是为什么萧华庸能成功把高冷郡主稳稳搂入怀中的终极秘籍，脸皮厚者得娇妻。谢医师说了，这些针眼3-5日便可痊愈，殿下安心养伤便可。殿下，该喝药了。殿下手又没事，还非让人伺候不可。我柔柔不能自理。殿下这是怎么了？那天淋过雨，不仅受了风寒，还发了热。不信，郡主摸摸。多谢郡主关怀。殿下是将英国公关押在了京郊。当然了，活生生一个人，我是无法将他带入东宫的。我说活生生一个人，哪怕是10个活生生的人，只要殿下想，便能。没想到在西河心中，我竟是如此神勇。前面路不平，小心！嗨，放心，我的车技在宫里是独一份的。还独一份呢，会不会？我来吧。我素来体弱，经不得这么颠簸的。从一开始的互相试探，到后来的并肩作战，生死相托，百花杀用一条非常带感的反差萌恋爱线，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高冷的郡主永远逃不过深情又会茶的太子。萧华庸用他的步步为营，一步一步稳稳地俘获了沈西河的心。那么问题来了，屏幕前的你，如果遇到这样一个人前并交，人后腹黑，
对你撒娇卖萌无极限的太子殿下，你能撑几集不沦陷？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剧，别忘了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了。